Hello， 大家好，我是先锋君，今天继续更新《旗帜篇章》第2集。面对眼罩男的疯狂追击，山治居然还想着他美丽的大小姐，丝毫不管眼罩男一脚向乌索普踢来。乌索普闪身过后，立马一记火鸟星打到了眼罩男的头上，而山治还沉迷在美色里。看见山治和乌索普两人并不好对付，眼罩男和大小姐也使出了爱的魔力转圈圈。山治刚想一脚踢过去，但由于地面太滑，倒在了地上，害得乌索普无辜躺枪。于是山治取着他们开始了配合。为了防滑，居然直接站在乌索普身上，一脚把眼罩男踢翻在地。可这时的山治居然死性不改，又不让大小姐关心起来。但是人家小情侣可不吃你这一套。大小姐把山治插引过去之后，和眼罩男踏碎了刚才滑冰时踩着的冰面。山治和乌索普两人直接掉到了有企鹅的冰水里。乌索普无奈之下只能投降，和山治满身挂着企鹅，被二人吊了上来。另一边，面对被抓住的二少爷肌肉男，船长不死鸟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打算用自己的人头来换取伙伴们的安全。就在众人劝阻的时候，路飞突然用手按在了肌肉男脸上，问他什么时候把旗帜还给自己。肌肉男知道路飞不是好惹的家伙，立马改口说旗帜在我们的领地，要拿的话咱们得先去那里。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暗地盘算如何击败路飞等人。在他们的领地那里，家族首领阿奇诺早就怒火冲天，气得直接把杯子给烧化了。蓝背心看不下去，打算出海看看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在干什么。不过阿奇诺也不用太着急，因为罗宾和小女孩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争气的帽子男也带着潜艇里的娜美和弗兰奇往回赶。肌肉男忽悠小男孩把他腰间的电话虫拿出来，可是小男孩对阿奇诺家族积怨已深，直接对着电话虫大喊：“你们谁要是敢乱来，我就杀了他！”可这步操作正中肌肉男下怀，突然他身上闪满红光，旁边正在赶来的大少爷蓝背心身上闪着蓝光，瞬间肌肉男挣脱锁链，和前来营救他的蓝背心并排站在一起。路飞非但不紧张，反而还感觉非常有趣。请问两人这是怎么做到的？原来啊，蓝背心和肌肉男是双胞胎，兄弟两人拥有磁力的能力，能够通过磁力的排斥和吸引进行战斗。说完，两人立马与路飞展开战斗。在对战中，两人发现路飞是能力者，于是他们借助磁力的力量，想要把路飞打飞到海里。路飞在千钧一发之际，凭借果实能力站在冰面上，然后在冰面上和兄弟两人展开对决。可是由于在冰海里无法操控船的行动，在冰面上战斗的路飞很快就和乔巴与凤凰海贼团失散了。就在这时，一座冰山突然掉落，眼见小男孩就要被冰山砸中，不死鸟立马挥舞威力惊人的铁链，只用一击就打碎了冰山。另一边，迷路的索隆居然转悠到了阿奇诺那里，两人有模有样的喝了起来。就在气氛融洽的时候，阿奇诺收到了被送回来的草帽旗帜。就在索隆惊怒之际，阿奇诺缓缓道出：“你就是草帽一伙的那个剑士吧？”此时，娜美和弗兰奇也被押送到了阿奇诺家族的领地，两人在潜艇被扔到了冰库里。两人爬出潜艇一看，旁边居然还绑着乌索普和山治。四人想要凭借弗兰奇的喷射能力逃离，却被站在门口的帽子男给打了回去。正在几人被冻得怀疑人生时，突然又听到了一声巨响，原来是索隆掉了进来。刚才还和人家喝酒的索隆为什么会掉进冰窟里呢？索隆在得知是阿奇诺家族抢走了海贼旗之后，立马就要和阿奇诺动手抢回海贼旗。但是阿奇诺是热尔果实的能力者，肥大的身体就如同一个炉子那样，能够大量增高气温，一下子就反弹了索隆的剑气攻击。因为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宴会，可是儿女们迟迟都没有带回自己想要的礼物，又加上索隆差点用剑气破坏了他的藏品，直接气得阿奇诺利用果实能力使周围温度骤增。回来的儿女们察觉到事情的不对，赶紧找到老爸安抚他的情绪。看见索隆正气势汹汹的准备发动攻击，小少爷赶紧启动陷阱，让索隆掉了下去。于是迷路的他终于成功的和伙伴们团聚。然而就在他们无计可施的时候，收到了罗宾送来的补给。罗宾本来也要和他们关在一起的，但是由于温柔姐姐的形象很得小女孩的欢心，于是就被允许一同参加生日宴会。腹黑罗宾酱骗小姑娘，让那些食物给被关着的草帽一伙送下去。看到罗宾送来的可乐，弗兰奇立马发动可乐能量，带着伙伴们一起冲出了冰窟。这时路飞正在冰面上在与磁力双胞胎二人战斗，在双胞胎二人通过磁力的夹击之下，很快就陷入了苦战。围攻路飞的时候，路飞立马跃向空中，用橡胶机关枪进行反击。兄弟两人勉强躲开后，站在被击碎的冰面上。随后兄弟俩收到了父亲在家生气的消息，只能先放弃攻击路飞，回去哄老爸。路飞见两人逃跑，也回到了凤凰海贼团的船上。正当他打算和乔巴一起前往阿奇诺家族的领地的时候，小男孩站了出来，想要和他们一起去，因为他觉得只要拿回了旗帜，自己崇拜的那个船长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可路飞却一拳砸在了他的头上：“你的船长已经不配当海贼了，我才是将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可是小男孩却对路飞喊道：“我相信我的船长才是要成为海贼王的人。”路飞举起了拳头，轻轻地放在了他的身上。小男孩的这股热情使他产生了共鸣，路飞决定和他一起夺回属于各自的海贼旗帜。
一旁的不死鸟看到自己的船员们都没有放弃让自己成为海贼王的梦想，瞬间痛苦地跪倒在地上。最终他决定跟路飞他们一起前往阿奇诺家族的领地。此时山治等人正在索隆带领下寻找旗帜，没错，就是索隆的带领。最后他们连面粉玩具都找到了，就是没有找到旗帜。终于罗宾出来跟他们会合了，而此时路飞已经到了公馆外面。为了避免被白痴船长数落，众人商议把找旗帜的任务交给罗宾，他们来帮助路飞，只留下锲而不舍的索隆一人仍在四处寻找。面对到达公馆门口的路飞等人，阿乔家族的儿女们也摆好了阵势，四类兄弟摆好这些动作，再次向路飞袭来。而眼中那位大小姐一边秀恩爱，一边向路飞发动攻击。由于这兄弟情人之间爱的力量实在是过于强大，路飞暂时被压制。而面对不断打不赢的小少爷，乔巴立马吃下蓝波球，强化毛皮变成了一个毛球，在男孩的配合下，成功把小少爷摁在冰面上。小少爷见势不妙，召唤出一群企鹅，把男孩和乔巴围住。就在这时，不死鸟带着凤凰海贼团冲了过来。看着虽然弱小却奋战的男孩，他想起了明知危险却依旧要前往新世界的自己。不死鸟立马撕掉额头上的纱布，露出了那属于他的不死鸟标志。此时的他终于觉醒，挥舞着铁链击退冲过来的企鹅，振臂高呼，告诉自己的伙伴们，让我们一起把属于我们的旗帜给夺回来吧。就在这时，路飞的伙伴们也出来支援，一定要让罗宾在路飞之前找到旗帜，不然谁也受不了被这个白痴船长数落。看见前来支援的伙伴们，路飞立马情绪大增，一套橡胶机关枪把肌肉男打倒在地。看见先前让自己吃瘪的阿奇诺家族，好忙一会儿，表示这次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弗兰西面对小少爷打过来的冰球，直接喷出净化火焰，把他烤得全身漆黑。而看见山治依旧被大小姐迷惑，娜美则拿出天后棒，准备替山治对付他，直接一发雷电把大小姐击倒在地。山治也终于盯上了那个眼妆男，一想到这么美丽的小姐居然和你个丑男在一起，山治立马气得不打一处来，一套组合技让那个眼妆男怀疑人生。看这一对之后还怎么通过秀恩爱恶心人。此时的伙伴们正在摧枯拉朽一般战斗，而我们的索隆此时正在干什么呢？没错，他仍在寻找旗帜。而此时的罗宾碰见了阿奇诺家族的小女孩，询问小女孩她爸爸的房间在哪里。小女孩带着罗宾到达一间植物茂盛的房间，跟罗宾说，自从姐姐跟那个眼妆男谈恋爱之后，就再也没有陪她在这里散步玩耍了。罗宾和小女孩都意识到，他们对彼此撒了谎。小女孩并不是带罗宾去她爸爸的房间，而罗宾也并不想留在这里做她姐姐。就在这时，小女孩突然画出藤蔓，将罗宾缠住，跟罗宾说，只要你答应永远做我姐姐陪我玩，我就会放了你。另一边看到双胞胎弟弟已经被击倒，不死鸟觉得没有磁力的蓝背心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蓝背心却说自己可并不是只会使用磁力，瞬间身上的肌肉暴涨，开始对付觉醒的不死鸟。就在这时，家族的首领阿奇诺听到欧元的战斗也终于走了出来，他的到来让路飞万分惊讶。谁看见一个穿着短裤的大胖子不吃惊呢？看见自己的儿女们被打倒在地，他这个当爹的可不能再束手旁观了。而看见那个抢到自己旗帜的裸奔胖子，路飞也立马一拳打过去，然而却被阿奇诺的果实能力烫了回去。阿奇诺利用果实能力制造蒸汽，把路飞吹上天空，接着提高身体温度，把路飞压到冰面里头。原来这个裸奔的胖子能够调控周围的温度，这附近的冰海也是他通过能力制造的。路飞在了解了他的能力之后，立马通过冰块使用橡胶火箭一下击中阿奇诺。阿奇诺面对悬赏金3亿的路飞也使出了自己的真本事。伙伴们看见战况焦灼，于是让娜美留在这里看好路飞，剩下的人则进入公馆里头接应罗宾。周围的冰面随着路飞与阿奇诺的战斗开始融化破碎。可是聪明的娜美凭借自己的经验发现，这些冰面并不只是因为热热果实的能力而破碎融化的。另一边的蓝背心妄图通过击碎冰面来封住不死鸟的铁链，可是这些冰块又怎么能阻挡住复活的不死鸟呢？不死鸟把铁链从冰块上抽出，只用一击就击倒了不可一世的蓝背心。另一边，凤凰海团的成员们也成功打退了凶猛的企鹅。看到被打败的企鹅们想要推走他们的船来进行报复，不死鸟立马带着男孩进入公馆，而剩下的成员们从企鹅手里夺回他们的船。阿奇诺通过热果实能力释放出无数的热能炸弹打向路飞，路飞一边应战一边游刃有余的躲闪，激烈的战斗使冰面破碎，直接影响了公馆的内部。另一边，小女孩还在请求罗宾留下来陪她。这时，前来救援的山治和乌索普赶到了，小女孩指挥食人花将乌索普吞下，结果乌索普反而一发火鸟星，使自己和罗宾从植物的束缚中脱身。这时，由于战斗产生的碎冰突然压了下来，罗宾立马使用果实能力弹开碎冰救了女孩。面对在自己怀里哭泣的女孩，罗宾轻声的安慰：“我作为海贼要拿回海贼旗和伙伴们远航，你也应该好好的和家人们在一起呀。”于是众人终于找回了被阿奇诺家族抢走的海贼旗。然而这时被开启2等的路飞打飞的阿奇诺突然压了下来，公馆的房顶被砸得崩塌。在一片危险与混乱之中，不死鸟成功的用铁链救回了男孩，男孩的手中也紧紧地握着凤凰海贼团的海贼旗。
先前一直迷路的索隆也终于上线，在坍塌的房顶中救出了拿到旗帜的乔巴。就在众人高兴，终于在路飞之前找到旗帜，可以不被白石船长嘲笑的时候，却尴尬地发现他们把旗子给拿错了。被打服的阿奇诺通过蒸汽再次飞向空中，看着自己家族的公馆被击毁，自己苦心收到的旗帜也飞散在空中。为了他心爱的家族和儿女们，阿奇诺表示一定要和草帽一伙做个了断。他瞬间全开自己的果实能力，将自己周围的温度加热到恐怖的10000度，冰面的崩塌也变得更加剧烈。阿奇诺如同一个燃烧的轮胎那样，凶猛地把路飞击倒在地。随后，阿奇诺冲向天空，想要通过热果实的能力一下解决路飞。路飞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闪开，这时冰面也早已承受不住这恐怖的热量，裂开了巨大的缝隙。果然，如同娜美预测的那样，这片冰面底下是活火山，缝隙里面是灼热的岩浆。此时的路飞只能勉强在快速融化的冰块上站稳脚，而热量恐怖的阿奇诺在岩浆里就跟泡澡一样。其余的伙伴们看着坍塌的屋顶与上空飘散的旗帜，一时之间陷入了找不回旗帜的苦恼中。就在这时，一只飞鸟突然叼着草帽一伙的旗帜赶来，送还到了他们的手里。罗宾明白过来，这是小女孩送给他的临别礼物，而罗宾也像一个大姐姐那样，替角落里偷偷哭泣的小女孩擦掉了眼泪。此时的阿奇诺嘲讽着路飞，丝毫不顾及反派死于话多的定律。正是由于你们这些满口梦想，把旗帜这些破布看得比命还重要的愚蠢海贼，才让我们家族的生意这么好做。随后，阿奇诺凝聚热量猛冲过来，想要一击解决掉路飞。然而他的这些话成功的激怒了路飞，路飞顶住巨大的灼热，一发橡胶火箭把阿奇诺打飞出去。阿奇诺家族的公馆也因为这猛烈的一击被直接冲塌。此时，凤凰海贼团的成员们成功从企鹅手里夺回了船只，弗兰奇和娜美也通过潜艇提前赶到阳光号上。刚刚击败敌人的路飞看见伙伴们前来，立马就询问旗帜的事情。伙伴们为了不被这个白痴船长教育，赶紧拿着旗帜撒腿就跑。路飞在后面边追边问，可这些人全当没听到。为了不让路飞知道他们弄丢了旗帜，乌索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先是被山治踢向空中，又被索隆用剑气斩到船上，紧接着弗兰奇一屁把他吹向桅杆。终于在路飞即将跑过来的时候，草帽海贼团的旗帜又重新飘扬在阳光号上。原来旗帜没有被搞丢啊，看来是那个磁力双胞胎在骗我。憨憨路飞欣慰地笑了。在经历了败仗和失去伙伴的痛苦之后，不死鸟再次决定带领凤凰海贼团向着新世界扬帆起航。就像他的不死鸟名号那样，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和痛苦，他都会以船长的身份带领伙伴们继续向前。就在这时，冰原底下的火山即将喷发，众人赶紧撤离。阿奇诺家族的领地也因为火山喷发化为乌有。不过这奇葩的一家子最终还是乘船逃了出来。就算家族的财产化为乌有，只要一家人在那里整整齐齐的就好。大小姐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妹妹内心的孤独和痛苦，不再和那个眼妆男秀恩爱，而是安慰自己的妹妹，和家人们一起给爸爸端上了准备好的生日蛋糕。而这时他们却发现蓝背心居然不见了。原来蓝背心为了家族的荣誉，带着手下想找草帽一伙讨个说法。就在路飞想要应战的时候，复活的凤凰海贼团在不死鸟的带领下冲了上来，如同摧枯拉朽一般，和蓝背心他们英勇作战。不死鸟挥出铁链，自信地对路飞说：“草帽小子，我们新世界再见吧！”凤凰海贼团告别之后，草帽一伙继续乘着阳光号向新世界进发。我是剑锋君，咱们下期见。